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投资者青睐日本的旭日，而不是中国暗淡的明星。路透社，美国银行周三重新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在两国经济命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投资者既支援日本股市，也抛售中国资产。虽然日本股市目前处于30多年来未见的水准，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资产，尤其是债券，正在失去投资者的青睐。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值得关注的内容。彭博社，7国集团领导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在广岛齐聚一堂，十面临住一些挑战。全球经济前景不稳定，而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采取行动，中国扩大其经济和战略增长。G7 需要解决几个问题，包括争取非洲等中间国家参与进来，以及解决中国问题，同时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此外，由于对核扩散和重新出现的使用感到关切，需要维持核武库的监测结构，以避免今后使用核武器。最后，随着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热浪变得更加致命，协调应对和加密货币监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愤怒的议员指责美联储在内幕交易调查中不作为。CNN， 美联储监察长马克·比亚莱克 Mark Bielak面临国会议员关于美联储官员在2020年可能进行内幕交易的问题，并指责对美联储不采取行动。比亚莱克因对波士顿和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在大流行之前和期间进行的交易进行持续调查而受到批评。比亚莱克说，他的调查受到需要进行彻底、独立调查的限制。参议员对比亚莱克进行独立调查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他是由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任命的。他的任务是调查这些成员。鉴于3月份 SVB 银行倒闭，立法者已经提出了独立任命的监察长的法案。Theranos 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将在2周内入狱报道。路透社 Theranos 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 Elizabeth Holmes 将于5月30日开始服刑，罪名是欺骗这家曾经价值90亿美元的失败血液检测初创公司的投资者。美国地区法官爱德华·达维拉Edward Davila 周三为39岁的福尔摩斯设定了开始服刑11年03个月的日期。福尔摩斯在声称 Theranos 小型机器只需几滴血就可以运行一系列诊断测试后声名鹊起。亚洲日本领先，中国感受到热度。路透社，亚洲投资者周四关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几项重要经济指标，以及菲律宾的利率决定。然而，中国市场反弹的主要希望可能是美国就联邦债务上限达成协定的前景，这提振了股市和美元。然而，在周三中国经济指标下降1%之后，这种说法的勇气可能会受到考验。尽管如此，在第一季度 GDP 增长超出预期，且日经指数20个月来首次上涨超过3万点之后，日本仍处于高位。全球最大的 IPO 市场并不健康。彭博社，中国现在是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全球领导者。此前由于地区银行危机和债务上限僵局，今年美国的 IPO 数量下降。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已经达成了100多笔交易，总额达250亿美元。北京进行了旨在刺激创新的重大改革，并于2019年推出了纳斯达克式的科创板。今年早些时候，它向所有国内证券交易所推出了基于注册的上市机制。然而，新 IPO 的快速涌入正在改变该国的股市。美国石油库存增加后油价回落。路透社，由于担心供应增加，油价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4美分至每桶 76.72 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下跌21美分至每桶 72.62 美元。尽管由于对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和石油的乐观情绪，这两个基准周三都上涨了近3%，但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再次释放，上周美国石油库存增加了500万桶，至 4.676 亿桶。然而，随着需求增加到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准，美国汽油库存下降。价格担忧也围绕住美国的债务上限谈判。Synopsys 认为第3季度收入高于预期，因为人工智慧推动了乐观的业绩。路透社，晶片设计软体供应商 Synopsys 报告第2季度收入为14亿美元，超出预期，
因为该行业人工智慧使用和自动化的增加推动了其业务。尽管分析师估计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2.46美元，但 Synopsys 以每股2.54美元的利润超过了这一数位。该公司预计第三季度收入为14.7亿美元至15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在2.70美元至2.75美元之间。爱泼斯坦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困扰住华尔街。悉尼先驱晨报，高盛的总法律顾问凯西·卢姆勒 Kathy Ruemmler 表示，在2020年被高盛聘用之前，他告诉了该公司过去与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的交易。他解释说，爱泼斯坦在私人职业期间曾提出使用他的网络来说明他开展业务。他现在声称后悔认识爱泼斯坦。这些披露凸显了华尔街为官的高管与这位名誉扫地的金融家联系的问题。爱泼斯坦丑闻使花旗集团、Citigroup、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巴克莱、Barclays、高盛、Goldman Sachs 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等企业被列入了令人羡慕的华尔街名人名单。越来越多的法庭案件集中在与爱泼斯坦合作或通过爱泼斯坦在幕后工作以从他的财富和影响力中受益的人身上。高盛 Goldman Sachs 因声称包括卢姆勒 Ruemmler 在内的多位高管继续与爱泼斯坦合作多年而受到严格审查。缺乏合作阻碍了对卑诗省抵押贷款经纪人的调查，并错过了22500万美元法庭听证会。加拿大 CBC寻找维多利亚州抵押贷款经纪人格雷格·马特尔 Greg Martel 欠投资者的数百万美元的努力已经停滞不前。马特尔被指控经营投资业务 My Mortgage Auction Corp MMAC， 也被称为 Shop Your Own Mortgage， 就像庞氏骗局一样，他忽视了调查员普华永道 PwC 的沟通。普华永道表示，马特尔未能出示财务档和宣示的资产清单，这引起了人们对他行为的严重担忧，包括试图将资产从一家美国银行转移到另一家银行，以防止他们在法院命令范围内被发现。面临气候变化风险的10只矿业股。加拿大环球邮报，采矿业使用大量水，由于气候变化影响降水和干旱，水资源压力成为该行业的主要威胁。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研究了在北美上市的10家大型矿业公司所承受的水资源压力风险，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公司综合铜生产商南方铜业公司 Southern Copper Corp 面临的水资源压力风险最高。在智利拥有并经营2个金矿和银矿的加拿大金矿开采公司 Kinross 是第2大风险。Freeport-McMoRan 正在评估与智利第3家公司合资建设铜矿的可行性。新规则针对的是大学课程，使毕业生收入低、债务高。美联社，拜登政府发布了一项提案，禁止让学生工资过低或负债累累的大学课程获得联邦资金。但是，该提案仅适用于营利性大学和传统大学的一小部分课程。这2项测试都必须通过计划才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首先检查学位课程的毕业生的年度学生贷款支付额是否平均不超过其总收入的 8%。任何在3年内2次未能通过这些测试的计划都将失去获得联邦资金的机会。该提案的范围不够广泛，无法帮助大多数学生。该提案的反对者说，美国不会违约。随着拜登引发华尔街反弹 ，ASX 将上涨。悉尼先驱晨报，华尔街周3反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避免债务违约。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1.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超过 1.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上涨了约 1.3%。尽管最近出现了乐观情绪，但对美国可能在6月1日违约的担忧继续困扰住市场。如果国会不允许政府在这个日期之前借更多的钱，这对财政部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可能导致整个美国经济受到更广泛的损害。并购打击制药业的灾难，辉瑞高管警告说。金融时报，辉瑞首席发展官威廉·鲍 William Paul 表示，反垄断监管机构打击制药行业的并购将是一场灾难。负责药物临床开发并确保辉瑞治疗管道的帕警告说，对并购交易和全球分销的分子的打击可能会扼杀创新。他的评论是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2起诉阻止安进以280亿美元收购 Horizon Therapeutics 之后发表的。这是10多年来美国竞争监管机构首次试图停止涉及药品的交易。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